带你侦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新加坡霸凌亚太基金基金合伙人雷倩倩姐。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如果从228这一天开始算第一天的话，今天中东战事已经来到了第6天了吼。好，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带大家来关注一下现在战云密布的最新动态。好，其实我们要先回溯到前一天因为有点时差，所以我们从3月4号开始看伊拉克呢宣布将关闭领空延长72个小时。好，伊拉克民航局4号发表声明说，因为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所以他们决定要将全国的领空关闭时间延长了72个小时。好，那这时候在3月4号的时候，伊朗这边也有声明说他们要发动第18轮的攻击。也就在3月4号的晚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真实承诺4的第18轮行动已经开始了。好，那在3月5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伊军攻击以色列国防部大楼，还有本古里安的国际机场，好，总共摧毁了17道的雷达系统。那甚至有伊朗的高官说我们已经让这个有超过500名的美国军人丧生了。好，那另外伊朗也威胁要打击以色列的核设施。那伊朗就有这个知情的军事官员说如果美国跟以色列还在寻求政权更迭，那伊朗就会以以色列迪莫纳核设施为目标，也就是放话在威胁了说我们绝对还会有下一波的行动。好，所以看起来现在这个战事恐怕没有办法那么快结束。那现在伊朗世界文化遗产玫瑰宫其实也在这一次的空袭当中受损。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画面也就是左边是轰炸前，那右边是轰炸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碎石掉在地上。好，那伊朗的媒体就报道说这伊朗世界文化遗产古莱斯坦宫又称玫瑰宫，在美国跟以色列的袭击当中受损，那门窗等都被爆炸破坏了那这是他们在地相当重要的一个文化遗迹啦。好，那伊朗报复攻击那美国现在也关了2个大使馆，那美军的阵亡说增加到了6人。好，我们看一下伊朗持续也有在攻击中东的美军和使馆。那美国当天就有下令非紧急政府人员跟其及家属要撤离，那包含卡达、科威特、巴林还有伊拉克、约旦都关闭了中东多个外交馆处。那美军则是证实美军的阵亡增加到了6人。好，我们看到了美军的证实是6人，但是刚刚一文前面讲到伊朗的高官认为说有超过500名的美国军人丧生，所以其实这两方的数据是不太一样的。好，那现在整个战局恐怕会升级因为我们看到了有一艘伊朗的军舰它被击沉了。那这是斯里兰卡海军跟国防部消息人士告诉了路透社，那这就是当下的画面。那你可以看到有一艘伊朗的这个军舰在斯里兰卡附近的海域遭潜舰击沉后沉没。好，那造成了至少是101人失踪，还有1死78伤。那攻击身份是不明的。那这是当下第一时间传出来的讯息，所以大家还不知道攻击者是谁，只知道说这个伊朗军舰里头大约有180名的官兵。好，那我们看到了，马上就有人出来讲是温达的啦就是赫格塞斯，美国的战争部长他说一艘美国潜舰击沉了一艘伊朗军舰。好，这艘军舰原本以为待在国际水域很安全，结果却遭到了击沉。好，所以我们看到截至发稿的时间为止救起的是32人，但也打捞到了87具的遗体。好，我们赶快听一下赫格塞斯怎么说。 In fact, yesterday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we'll play it on the screen there, an American submarine sunk an Iranian warship that thought it was safe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Instead, it was sunk by a torpedo. Quiet death. The first sinking of an enemy ship by a torpedo since World War II.
好，当然这件事情也让很多人讨论到说原来在斯里兰卡附近的海域也会被美方锁定。好，那美方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彻底的来解除伊朗的海上力量。好，所以我们也看到美国防长证实潜舰击沉了伊朗的驱逐舰，而且说华府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负。好，赫格塞斯持续补充说你看我们的行动才4天，正如川普总统所言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来确保行动成功。过去4天以来的成果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还加注说伊朗完了所以可见对自己相当有信心。好，那他也特别预告说我们很快就会取得伊朗完整的制空权。好，那也说美军正在加速扩大攻击行动。那伊朗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发射飞弹的数量。好，那美国防长现在也有针对美伊冲突大概持续的时间来做一个确定，他讲到的是8周但是后面又补充甚至更长。好，那这当然就是各国比较关注的事情。那现在我们也讨论到之前这个川普不是曾经讲说可能也可以永远的打下去大家想说川普应该是说大话，真的是说大话，为什么？因为美国的空袭伊朗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库存，而且预估首日就花掉了7.79亿美元，所以等于是每个小时烧掉10亿台币。那路透也报道说美国政府在这周5在白宫要会见包含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的母公司等美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高层。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讨论加速武器生产的计划，所以当然就有人倒过来解释，就代表美国的武器恐怕快见底所以川普所说的要永久打下去恐怕没有办法。好，那当然美国背后的计谋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埃及外交部的前次长还有一些分析说，美以对伊朗开火并非如外界普遍认为的是针对伊朗的核武计划，但从历史事件分析它的背后目的实则是牵涉更广泛的区域战略布局，也就是在中东地区内要建立一个大以色列，所以就希望把中东的版图给重塑。好，我们还是关心这个中东的战局因为看起来现在还是持续下去，而且不知道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还有什么排出。我们先问倩姐。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时间呢，美国跟以色列用的是绝对压倒性的势力，并且执行了我们应该在战史上极为罕见的全面斩首。也就是说，过去无论你在讨论国际法里面，你可不可以发动战争，可不可以为了自卫，可不可以为了自卫去做预防性的攻击，这些呢都还是前端。可是这一次一开头就是发动的战争跟全面的斩首的程度是我们没有见过的，所以本来大家觉得可能会摧毁了伊朗的领导核心，但是从去年的6月以来，伊朗的领导核心就一直是有准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这个真实承诺已经有19轮的攻势，而且这19轮的攻势它其实是有章法。第一轮的攻势呢，就是在挨打的几十分钟之后就立刻进行，表示没有被摧毁。就算是你已经杀死了最高领袖跟48名的军事将领，国家的这个政权呢也是还没有被摧毁。那接着呢，它是从跟美国相关的军事设施，一直到逐渐的扩大跟外溢。我常常认为说，他们一开头，它最重要的虽然有4层的这个军事上面的下放。可是他第一时间呢，一定是有一个概念，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伊朗还存在这存在的这个表达是重要的。可是接着呢，就必须要让还相信伊朗政府的人民知道说这个国家是有反击的能力。因此，从不同的美国的军事设施到把战争外溢到整个中东国家，他选择了没有非常直接的去面对以色列或者是美国，而是让其他的周边的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事设施达到了第2轮的打击。接下来你会发现，它一步一步呢，就是用牵制的方式去做了区域性的扩散，最后又借着荷姆斯海峡，它是最重要的能源的咽喉的这个地位呢，让这个战争呢溢出了由美国绝对掌控的战场。
也就是中东原来是一个由美国跟美国的军事存在、军事实力绝对掌控的战场，但是金融跟全球的能源跟全球的产业链却是外溢出美国的绝对掌控。所以当他开始对荷姆斯海峡去发动了直接的封锁，虽然有人认为他已经没有海军实力被美国全部摧毁，但是他还有岸基的实力，足够去控制荷姆斯海峡，并且只要是航运、保险、金融界认为荷姆斯海峡不安全，他就等于是控制了荷姆斯海峡。用这个呢，就把他的整个的战争战场外溢到美国所能掌控的范围之外。这些都是在一个你已经在领导阶层连续2轮被全部摧毁的一个政权生存求存的一个求生之术。可能我们很难见到过这么绝对而且残酷的斩首啊，这么绝对残酷大规模的斩首，是我们有生之年没有看过的。所以用情报渗透加上斩首跟摧毁他的领导阶层的方式去实现对于伊朗的打击，其目的当然是要摧毁伊朗的现存的体制跟现存的政治。那么在已经被绝对的极限颠覆的情况之下，伊朗的19轮展现了它让大家意外的韧性，也因此呢，它外溢以及延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对，所以就很多人想说啊，这个19轮看起来伊朗还是持续在选他们的接班人哦，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瓦解，所以很多人会讨论美国啊会不会最后白忙一场？谢大使，很有可能啊，因为这个起码跟川普当时的预期就我觉得已经有很大的出入。可是川普常常误判啊，川普在没有当选第2任之前，他说他上任1天就可以把俄乌战争解决，后来变成几个礼拜，后来几个月，到现在越自私纷乱，越来越乱。所以川普我觉得他现在我可以暂时给他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他军事外行。第二个呢，他国际政治也是外行。他最在行的大概还是炒地皮，发展房地产。那他把他这一套哲学用在复杂的军事跟外交问题上啊，他把他自己美国陷入到一个灾难当中，而且呢，一个接一个的灾难，而且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变成他把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赌进去了，那就变成他在这边啊，在这个涂油漆啊，涂到最后把自己涂到在地板上涂，把自己涂到那个角落里面去了。他现在我认为啊，现阶段我的观察就变成就是说，伊朗只要能够拖1个礼拜，他距离自己的胜利就接近1个礼拜。那美国只要拖1个礼拜，他距离他最后的失败就是1个礼拜。那这个是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跟很多媒体的报道，尤其西方媒体的报道，可能好像跟状况不太一样。可是我们是看事件本身，我们不看那些报道，因为我发觉美国的媒体真的是就跟我们看打篮球的时候，爱国裁判，吹球赛的时候，他就是希望自己的队赢。美国现在这个媒体啊，基本上不管自由派的还是什么保守派，都是爱国媒体。一打仗都爱国媒体，没有人几个讲真话的。那对于美军的损失，美国的除了奸淫，很少听到他们真正的一个客观的报道。那基本上都是伊朗怎么样跟这个川普一样，一个鼻孔出气，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国家跟外面打仗的时候，国内如果再唱反调的话，那这个国家也快差不多了，快差不多了。美国人的爱国心，我是从来不怀疑的啊。他们这个爱国有的时候是理性的，可是盲目的部分也很多。那现在就变成就是说，在川普在那一天一举端掉了将近50位，包括最高领袖的伊朗的政军要员以后，你看他那个记者会，他已经对伊朗人民开始喊话了。你们赶快揭竿而起，我已经把你们的障碍出来，你们可以拿。可是呢，问题就变成伊朗现在是怎么状况呢？新的接班团队都上了。第二个，你通常一个情况，你一个国家这些最顶端的政治军事领袖都被端掉以后，居然还可以继续维系下去。而在战场上看起来伊朗没有乱对，19波的攻击。那现在造成的这个不管是以色列也好，还是就是说伊朗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美军基地的伤害也好，很多人都怀疑说只死了6个人
很多人都怀疑啊。对以色列的状况是怎么样？以色列封锁消息，所以呢，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伊朗看起来并没有乱掉，那这个就会让川普很心慌。倒是川普最近在几个公开场合里面啊，眉头深锁，愁容满面。我们看这个东西啊，可能有的时候啊，可能能够看穿比较一些啊被媒体遮盖的真相。对，因为川普比较不会掩饰，也比较不会假装哦，这个或许是一些讯号。好，邱毅委员，刚才介大使特别提到，川普对这一场战争，他是完全的误判。他一开始认为可以把委内瑞拉的模式，把它沿用到伊朗，采取所谓的斩首的方式，使伊朗的本身的政权，那么发生了倒台，然后再扶持一个傀儡政权，从而掌握了伊朗整个的资源。但是这一场战争已经从闪电战演变成消耗战，而且这个消耗战如果进行的越长时间，其实对美国越发的不利。而且这个战争的战火它已经蔓延了，已经扩大了。以今天刚才一轮主题上讲到的伊朗的军舰在印度洋被美国的潜艇把它击沉了，当然现在最后造成多少的死亡还不知道，但是这个行为因为赫格塞斯已经承认就是美国干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不是在交战状态。基本上这艘伊朗的军舰是到印度去参加联合军演，联合军演结束以后，他要返航回到伊朗，他不是在进行交战状态，他也不在交战地区，他跟战争是无关的。作为一个国际警察的美国来说，你自己要不要遵守国际法？你怎么可以用你的潜艇对这一艘伊朗的军舰进行打击呢？他不是在作战啊，他只是参加印度的联合军演返航啊，他与战争是无关的啊。你对这个军舰发动了这样没有人道的一个攻击，那就跟在这一场斩首行动以后，对伊朗南部的一个学校进行了轰炸，造成了100多位的孩童最后失去了生命一样嘛，你会受到国际共同的谴责。现在谁敢说你川普这一次发动这个战争是合法的，是合国际法的？除了昧着良心的人以外，谁敢这样说呢？所以加拿大卡尼虽然一开始也同意有这个战争，但是也认为美国跟以色列违反了国际法。英国的斯凯尔也是如此，法国的马克龙也是认为违反了国际法。这个战争如果继续的发展下去的话，美国受到各方的谴责会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这一场行动发生以前，参联会的主席已经警告过川普，美国的弹药量是不够的。那现在确确实实出现了这个问题，美国要调弹药量，还要往哪里去调呢？它只能往亚洲找到出路，而一往亚太找出路，可能又衍生出别的问题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轰炸伊朗之后啊，那当然，川普每一天他都有他自己的讨论哦。那他现在似乎也自信满满。我们来看到川普最新警告什么呢？说这个想当领导人都死路一条。好，其实半岛电视台先说啊，伊朗国家的媒体有声称从228美以联手袭击以来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045人，那受伤是超过了6000人。好，那目前仍然有300名的儿童或是青少年住院来治疗。好，所以你看到战火无情最可怜的还是人民但是川普不这么想他还说
啊，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有利啊。他们就指的是伊朗的领导层正在迅速瓦解，而且还呛瞎公哦，这个任何想当伊朗领导人，最终都难逃一死。好，那他心里当然很明白哦，哈米尼的政权并没有瓦解，而且他们接下来还要选哈米尼的儿子哦，有传出可能是接班人，所以他当然就会用这样子的话哦来进行这个威吓。好，那我们也看到之前川普曾经讲过嘛，不排除地面部队。哦，结果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打脸他，打脸川普，打脸自己的老板。他说啊，截至目前为止啊，这美军已经打击超过2000个目标，也摧毁了大量的导弹、发射装置跟无人机，同时击沉了20多艘的伊朗潜舰，其中包含1艘潜舰呢，20多艘的舰体。抱歉。好，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川普自信满满哦，他还给自己打分数哦。通常政治人物都会说让选民打分数。但没有啊，他给自己打分数，而且他帮美军打分数。我们来听他怎么说。Somebody said, on a scale of 10, where would you rate it? I said about a 15.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well. We have the greatest military in the world by far. And that was a tremendous threat to us for many years. 47 years they've been killing our people and killing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ir missiles are being wiped out rapidly. Their launchers are being wiped out.They're attacking their neighbors. They're attacking their, in some cases, allies or not so long ago allies. And, you know, it's really a nation that was out of control, and they would have used it on us if we let them, if we waited any longer. 好，其实刚开始我在看这个战争的新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川普每次都说啊，伊朗的政府杀了多少人呢？但是呢，你自己也杀了不少人啊，所以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为之叹息。好，但我们也看到美国内部其实也有一些反动哦，包含的就是美国参议院说放行川普续打伊朗哦。其实这件事情是由民主党参议员提出哦，他提出的议案是要求，除非国会宣战或是表决授权，否则总统是必须要终止行动的。好，但我们来看结果啊，是53票反对，47票赞成，否决了这个决议案，所以等于是拒绝替川普对伊朗动武踩刹车，那也让美国代号实施怒吼的行动哦，得以在未取得国会授权之下持续的推进。好，那我们也最新关注到说啊，在空战上面也有一些状况也就是以色列的军队 F-35的战机击落了伊朗遏制的战机，然后德黑兰就爆发了空对空的战斗。好，这是以色列的这个时报所报道说，以色列空军 F-35I 的战斗机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俄罗斯制的伊朗雅克130型的战机。好，这也说是 F-35战机首次击落有人驾驶的飞机，也是以色列空军大约40年来首次跟有人驾驶飞机来进行空对空的战斗。好，因为过往以色列大部分都是在空中打无人机或是飞弹，但是这次伊朗是驾驶有人的战机飞过去所以那必须就要进行了空对空的交战。好，那当然《纽约时报》也引述了知情人士有讲到说其实攻击开始后的隔天，伊朗的情报部门人员就有透过第三国的情报机构，像美国的 CIA， 也就是中央情报局来释出讯号。什么讯号呢？说我们可以为了结束战争来展开谈判，我们持着开放的态度。那这件事情确实引发国际的关注因为毕竟伊朗这个讯号还蛮严大的，蛮重要的好，但是伊朗的半官方的通讯社就有赶快这个有发出个讯息的报道说，相关的报道都是完全的谎言，说这是战争期间打的心理战。好，甚至连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也蠢蠢欲动有点不安他说这个现在伊朗近几天有向美国传递讯息，结果美方没有做出回应。那报道还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2号的时候，有曾经为了美伊是否有存在联系一事，要白宫来说明啦
好，那美国的参议院没有办法限制川普的战争权利。现在联合国有很多的专家，有近30位认为说美国你真的是严重违反了国际法。说美国跟以色列呼吁伊朗人民自行掌控政府的说法真的很鲁莽，而且帮好多的无数平民的生命是置于风险当中。那我们也看到最著名的就是之前卡尼的中等国家也让很多人这个鼓掌嘛他现在也确实对于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说对此立场是表达遗憾，但是因为当前的冲突是国际失序零的一个事例。好，那桑切斯则是西班牙的首相，那他就讲说我们的立场就是不要战争，不会因担心报复而卷入一场有害全球的冲突。好，所以看到整个世界局势因为川普他的一念之间整个一直不断的动荡。好，我们还是先问倩姐怎么看川普的自信满满。他从委内瑞拉之后呢，就非常对于实行现在新形态的战争非常有把握。就是你先用情报渗透，然后精准打击，甚至用斩首的方式去取得战略上最高的胜利。那这一次在2个国家，以色列叫做吼叫的狮子，美国叫做史诗愤怒呢，这2个联合作战底下，第1集的时候似乎也是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当天晚上是非常自信满满的。可是到了现在，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部分呢，他并没有那么大的自信。首先，他对于战争能够迅速结束是没有那么大的自信的。第二呢，只要远距的去打击，就可以达到他们希望最终的政权转移的这个效果呢，他现在也没有那么大的自信，所以慢慢的改口到最新是说要摧毁导弹能力，摧毁所有的海军能力，摧毁未来核武的能力，摧毁对外发动恐怖攻击的能力，就把它战略的目标呢把它收束了。所以他在那边说，无论是10啊、15啊，你知道我们在关税的时候，他可以给人家200的关税，所以他也可以说20、50都可以。但是事实上，美军到目前为止用狂轰滥炸，应该说美以以色列做的更多，美以用狂轰滥炸的方式去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导弹能力，都在某一个地方呢告诉我们说，并不完全符合他们的需求。因为如果真正全部摧毁了，在战争开始的几十分钟之内，伊朗应该没有能力重新去发射导弹。那么在过去的第19轮中间呢，也应该没有能力去用无人机或者是导弹的方式呢去做防御。相对的，要防御1枚来进行的导弹或者是无人机，对于美国无论是在爱国者或者是萨德来说，都需要用数倍，有的时候是6倍，有的时候是12倍，如看你是用几枚或者是多少钱来计算。你要用非常庞大的力量才能够防御，同时至今他还没有办法证明说你完全摧毁了伊朗的这些能力，只是海军似乎是完全摧毁了印度洋那个可能是最后一艘，其他的都全部摧毁了。在战争中间，我们也其实很少看到这样的状况，但是我们要回头去看一下战术的结果。如果你全部摧毁海军的目的是要让荷姆斯海峡能够安全，美国也宣称要做护邮轮的这个作为的话，那请问今天的荷姆斯海峡是安全的吗？因为它事实上还是有不对称的武器，像无人机、导弹或者岸基的武器呢，可以去控制一条非常非常短的一个海峡，所以这些目的并没有达成。另外，若是伊朗已经完全没有让经济跟能源外溢、战场外溢的能力的话，照理说呢，你在原油上面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可是那个地方你已经看到了很大的变动，所以无论是油价、是保险、是船运、是全球的物流，都已经受到影响的情况之下，看起来美国就算是你觉得战争打得很漂亮，15分，你的战略目标恐怕没有那么高。谢大使怎么看？你看美国不管是他军方还有现在白宫发言人事实上他们讲这个以色列跟美国他如果光是像美国的话，已经打了2000个目标了，用的炸弹导弹4000枚到5000枚，那短短的5-6天，这已经是火力全开了，这已经火力全开了，没什么保留啦。我最近看一个那个地面的报告，伊朗的这个革命广场。这个德黑兰灯广，他们这个圣地，美国也炸，结果美国打哪一个？把他的那边的警察总局给打掉了。这个不仅是的这个革命就是说这个革命广场，
伊朗各个24个省各个地方的警察局都被炸，你知道他动机是什么？他就是希望老百姓在没有警力的情况之下赶快起来造反。可是你看到他造反了吗？没有。最近这个前2天这个 Rubio 不是讲这个会把这个奖放出来嘛，对不对？把力量。结果我们就在猜，这个绝对不是美国的力量，是谁的力量呢？有人猜是伊朗的国防军。可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库德族已经上千的部队已经在这个机动化的武器下，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攻击了。所以看起来这个基本上就是什么以库制伊。可是库德族他在这个开始对伊朗在地面攻击的时候对伊朗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呢？这个很难说。你这个时候其实美国是希望伊朗人自己来怎么样，自己打自己他是以一制一。跟韩战的时候，美国希望以华制华，是一样的。那可是问题，你把库德族搞出来，就不是以一制一了，它是分离主义，这个只会造成伊朗里面的主体民族可能会更团结。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美国一直说我还没有尽全力，川普说我会怎么样然后呢说这个美国的军队要给他15分，你相信吗？问题，川普在国会演讲的时候，他说我们美国现在是黄金时代 ，Golden Age， 下面一片嘘声。你觉得美国是黄金时代吗？对，像我们在美国都待过了，我们现在美国的状况，我们说，我觉得以前比较好。对，美国在60年代、70年代更好，对不对？怎么黄金时代呢？所以川普的话越讲，就会你觉得跟他以前那种所谓的信口开河与事实有差别的你就会觉得他讲话能不能信。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个状况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并不是像美国当初的，尤其川普个人的预期这个情况。那我听了很多军事专家，其实他们讲的，他说军队打的不是军队跟战争，不是军队跟军队的对决，是后勤补给的对决。美国的这个对于美国的现在的拦截武器，对于伊朗的这个法赫德2现在是用一枚少一枚。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真的很难对美国的战况保持乐观。好，就医委员，其实，在斩首行动发生以前，美国就曾经用库德族对哈梅内伊要进行斩首行动，结果没有成功。所以美国用库德族来破坏这个国家，要制造这个国家的颜色革命，这个国家的内乱，甚至执行对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斩首行动，他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叙利亚的时候，他就利用库德族在搞这个活动了。好，美国到底现在他的战损情况如何？当然，你相信美军只死亡了6个人吗？美国到目前为止，它的萨德反导系统基本上已经被破坏了，有人说2套，有人说3套，但是不管几套，现在美国确确实实想要把在韩国部署的萨德，把它调到中东的战区。那这样的动作不是明白的就告诉你，他在这一个对伊朗的战争里面，他的萨德反导系统确确实实出现了战损吗？从这里我们就看出了战损的一些真实的状态。现在美国的媒体配合美国的官方都在发布一些假的消息，用假的消息来打所谓的心理战。它的目的何在？就是要鼓动伊朗的人民起来，去推翻他现有的政府。而基本上，本来以川普的判断，他认为哈梅内伊被斩首以后，伊朗应该会内乱，但是事实上没有啊。哈梅内伊以一个几乎是劣势的状态，用训教的方式，那么反而鼓动了整个伊朗的民族意识，所以他的心腹托里贾巴也很顺利的把哈梅内伊的第2个儿子
扶上来了，让他成为伊朗极可能的下一个领导人。所以伊朗这一场仗要打消耗战，它是有一定的本钱的，而且就伊朗现在来说，它就是个马蜂窝嘛。谁去踢这个马蜂窝的，就是川普，就是美国，就是以色列。你踢了马蜂窝，你怎么能够很快的就能够脱身呢？所以这一个美国到最后，他一定会反使他本身受到伤害，尤其是刚才我讲到，你竟然美国会用潜艇去攻击不在战区、不带有作战任务的伊朗的船舰。那很简单啊，伊朗里面的什叶派的忠实的教徒，他也可以在非战区采取激烈的行动来作为报复啊。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伊朗被美以轰炸，那他们也 fight back 反击哦。那我们来看看各国的态度。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外交部有敦促各方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这是毛宁说的是避免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哦，也防止局势动荡对全球的经济造成更大规模的冲突。好，那中国大陆全国人大的发言人则是说任何国家都没有主宰他国命运的权利。好，那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跟了伊朗外长来通电话，我们讨论的就是地区的冲突。好，他说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原则跟联合国宪章，好，对于全球稳定安全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好，那现在普京他也要下一个狠招他说可能会暂停向欧洲来供应天然气。好，主要就是因为欧洲国家目前还是有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但因为乌俄战争关系进口量有大幅下降。那欧盟有在打算要通过一个法案，准备全面的终止。但是普京说好反正你欧盟迟早要进我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不如俄罗斯主动给欧洲断气停止向欧洲市场来供应，而且我还要转向的是别的新兴市场。好，那现在荷姆兹海峡封锁之后其实各国也都蛮急的因为看到欧美国家那开放了这个因为欧盟实施乌克兰开放查验俄油的管道，希望能够尽速的恢复供油。但是像是欧盟驻乌大使他就有透过泽伦斯基的办公室来申请查验，但是以安全的理由遭拒。好，那现在荷姆兹海峡封锁来到第5、第6天了，国际油价冲上了年内的高点，市场警告说$100真的是快进了这就会连带的影响到整个全球的经济的局势发展。那川普则是希望荷姆兹海峡安全，那他就说我们这个美国的海军会为波斯湾的油轮来提供护航。那 CNN 则是分析，他觉得在这场局势当中中国大陆可能会是最大的受益者，主要就是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也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好，那这一波的能源问题也会冲击到日本。现在日本的央行总裁植田和男就警告说，伊朗的冲突可能会对经济造成蛮重大的冲击。好，那也因为企业是集囤石油，所以现在在日本的加油站还出现了排队的车潮。好，大家就很担心嘛从毛巾清洗的工厂到物流公司，大家都怕没有石油，所以已经开始囤油了那大家也都去排队来加油了。好，那荷姆兹海峡如果长期封锁日本经济就会受到致命打击。好，这是日本的一个经济学家所这个测算说荷姆兹海峡如果完全封锁 ，WTI 的原油价格就会涨到每桶$140。好，那日本的油价一年就涨超过1%。好，如果局势退化，日本的 GDP 最多可能下降0.65%，可能还会陷入一个衰退的局面。因此，我们看到日本媒体NHK 就引言分析说荷姆兹海峡被长期封锁的话，日本经济就会受到致命打击 ，GDP 可能会被拉低3个百分点这蛮多的好，我们一开始还是问倩姐，包含的是现在各国对于伊朗的这个发声表态支持。你可以看出来这一轮呢，经过了19轮，伊朗很有效的把一个以色列、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战争呢扩散到区域以外。
它就借着能源跟金融呢，扩散到了一个全世界都必须关注的程度。那在这里面，大家会关心的是3个不同的冲击链。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能源，所以你刚才看到，无论是说对中国的影响，对日本的影响呢，都是因为他们对中东原油的依存度啊，在那边进口的比例，所以他们会判断它受到影响最高。那么第二个就是金融的冲击链，第3个就是地缘政治的冲击链。我们稍微把它分开一点来看，能源的冲击链直接影响的当然就是原油的价格、航运、保险，然后它就会影响到金融市场，包含了能源跟各种的期货。所以在金融市场的这一条冲击链里面呢，就会是在如果中长期就会造成石油价格如果往上涨的话呢，有通货膨胀、有利率跟那个股价跟汇市的变动。那股汇的变动就会造成资金的避险，所以你全球的金融的资金池子又会挪动。然后最后一个会影响的当然就是地缘政治的最终结果，这可能是以色列一开头根据他1996年的 Clean Break 一劳永逸计划里面最希望达成的，就是在中东这个区域，以色列永远的可以没有敌人的这个最终结果。那这个中间所涉及到的就更大了啊，因为它涉及到了大国的战略，涉及到了中美中俄伊这些，还有美国中间的权力平衡、中等国家的影响，以及各国的军事布局、军工产业。所以你仔细看看，虽然它所发动的地方是美国、以色列对伊朗，但是经由了能源呢，它已经很快的传导到了3个不同的冲击链：能源的、金融的，以及未来的地缘政治的。那么，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在看它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自免于现在的局势，而且中国大陆一向到目前为止都是劝和，这个劝和的力量经由联合国体系，恐怕还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希望。但是看起来美国跟以色列是下了决心要打到一定程度，因为他们现在对于伊朗的这个出手是已经没有回头箭的，已经狂轰滥炸到把那个国家所有的他们认为的军事，就是刚刚讲的导弹的、海军的，可能未来的核能力的和发动恐攻能力的这些基础建设呢，全部一轮都会同时的炸毁。那这样所留下来大量人员伤亡的血仇，到底会如何能解？以色列纳坦雅胡从1996年希望的能够一劳永逸的改变中东局势的这个事情，恐怕变成了缘木求鱼。介大师怎么看？其实现在目前为止的这个美伊战争啊，最大的受获益者应该是俄罗斯，而且俄罗斯完全没有放弃出牌的机会。那个普丁真的是一个高手，马上就警告欧盟，现在这个也不给你提供这个天然气，现在油也不见得会给你让这个对欧洲落井下石。其实欧洲对这场战争来讲，为什么他们的主要领袖都不站在美国这一边？因为事实上这些国家里面，它的穆斯林人口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而且不断在增加。而这个穆斯林人口呢，基本上呢，不是跟美国一样是非法移民，或者说他是第一代的非法移民。在欧洲，尤其在法国甚至英国，它的里面的穆斯林可能都第2代、第3代了。所以在过去这个美国反恐期间所以他们发现有所谓的原生恐怖主义者在欧洲国家，他们是在英国出生的，在法国出生的，那他也是同情这个伊斯兰，同情这个尤其的基本教义派的人，甚至加入了这些恐怖组织的都很多。所以前一阵就有说这个其实很多欧洲的甚至美国学者已经提出疑忧，说川普这样干的话那这个世界的恐怖主义那么潜伏在西方世界所谓的睡眠的细胞会怎么样？会苏醒，会唤醒，对，会唤醒。所以川普事实上真的是外行，他这个随便莽撞之行事实上替美国导致这个挑战，还有埋下来了很多定时炸弹，而这个定时炸弹在西方世界也被他埋下去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那普丁呢，他当然很清楚他这时候就发挥他的影响力。你知道前2天荷姆斯海峡被封锁以后，这个全世界股票大跌，只有俄罗斯股票大涨。这很现实的。这个钱最了解情势了，国际情势。那事实上，荷姆斯海峡这个被封锁以后，川普急中生智，或者急中生
生狂，他不是生智，他生狂。他说我要派有军舰去护航，哇，他最好派去。可是我跟你讲，不到那个时候，美国的海军司令就会跟他讲说，你不要害我们了，你去送死啊，对不对？美国的这个好，到底林肯号有没有被伊朗的那个4枚飞弹打到都不知道。然后林肯号就慢慢往远距离跑，那你还把美国军舰送到荷姆斯海峡，送到人家的枪口，这个川普实在是我不晓得如何。然后替人家补贴什么保险费有用吗？人家的船只会那样子听你美国指使吗？所以川普这已经不是愚蠢了，就是真的是真的有点害人了，无知，有些人会这样说。好，邱毅委员，伊朗最后会采取封锁荷姆斯海峡，代表说他已经到了准备要跟你美国、以色列鱼死网破，而且要把整个的战火给扩大。因为封锁荷姆斯海峡对各个国家有伤，对伊朗自己也有伤。问题是，川普真的是外行，他怎么去护航？因为最主要封锁荷姆斯海峡最具有威胁性的就是伊朗放的那一堆水雷。问题是美国你对于水雷的扫除，你有那么快能够扫除吗？不出半年以上的时间，你没有办法扫除水雷的。所以你怎么去护航这些来往的邮轮呢？好，最后我谈到台湾，台湾在过去在我担任董事的中油担任董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有跟俄罗斯买天然气，还有跟印尼买天然气，还准备跟马来西亚买天然气，尽量把市场分散。好，可是在民进党执政以后，现在对澳大利亚的天然气的购买就占了30%几呀。第二名是卡达尔，第3名是美国。那么至于印尼的比例也下降了很多。可是问题是，这一次卡达的这一个天然气的生产已经停产了。那你要去争取澳洲，你基本上日本跟韩国也受到威胁他也要往澳洲要争天然气然后我们的经济部长龚明鑫竟然会在立法院说，台湾可以跟日本、韩国商量，先把日本、韩国的份额先调付到台湾，怎么可能呢？日本、韩国急得要死，你没看到刚才电视墙里面讲到的日本的央行的行长和田直安他所讲的那个话。你荷姆斯海峡的封锁对日本来说威胁是非常大的。日本现在的经济成长率，如果再加上这个因素的话，那笃定变成衰退嘛。你高市早苗的政权还怎么能够稳当的维持下去？怎么还能够谈到什么修宪、什么扩军、什么永和，都是变成春梦一场了。所以他怎么可能把日本、韩国的份额把它让给你台湾呢？而且台湾的中油的真正的天然气的安全存量，我告诉大家明确的答案好了，10天，就是10天。你今天如果说这个战争再打下去，刚才赫格塞斯说还要再打个7周8周，川普讲的也是在4周1个月以上这个战争如果再打成消耗战，那荷姆斯海峡继续的封锁，台湾一定会面临天然气断气的危险。而且天然气在整个台电的这个电力的能源配比里面，现在占多少你知道吗？因为无核家园核电被废了，所以它占了50%哇，一半呢。你今天如果天然气被断气的话，那对台湾整个电力的供应会产生多大的冲击？电价的上涨，缺电的危机，再加上你认为投资还会再来吗？你认为在缺电的风险下，还有人敢到台湾来投资吗？